在斗破的故事中，有一个超级神秘而强大的组织——魂殿。主角萧炎的一生几乎都在对抗他们。下面一起来认识下魂殿。第一，魂殿产生的背景。在千年万年前，斗气大陆经过残酷的战争，产生了远古8大家族，他们分别是萧族、古族、魂族、炎族、雷族、药族、石族和灵族。因为他们祖上都出现过斗帝，所以在斗帝血脉的加持下，8大家族的实力远超大陆上各大势力。后来，为了维持大陆的稳定和平衡，8大家族便定下约定，他们凡是实力超过5星斗圣的强者，并不能随意出手。至此，远古8大家族就比较低调。他们一般归隐在斗圣开辟的独立空间内，很少与外界之人接触。随着故事的发展，在一伙二哥虚无吞炎加入魂族后，魂族便强势崛起，一举击败远古8族之首的萧族。不过，在此战中，魂族死伤惨重，他们8星斗圣层次全部战死，连魂天帝也身受重伤。之后，魂族为了休养生息，同时避免其他家族的戒备和围攻，他们只能低调行事，因此才建立了魂殿。因为这个组织的实力在远古8族约定的范围内，而且他们行事隐秘，所以很少引起各大家族的重视。第二，魂殿的目的与计划。魂殿的建立是魂天帝千年计划的延续和落实。这组织主要有3个目的。第一个目的，收集大量的灵魂体。异火榜排名第2的虚无吞炎与魂天帝相识后，两者便达成合作。虚无吞炎助魂天帝成就斗帝，并延续魂族的斗帝血脉，而魂天帝则建立魂殿，捕捉大量灵魂体，供虚无吞炎提高至帝境灵魂。第2个目的，收集驼舍古地狱。驼舍古地狱是开启古地洞府的钥匙，里面有着突破斗帝的方法。在远古时期，8大家族为了这钥匙大打出手，最终原本完整的古域被他们一分为8，每族各得一块。至此以后，魂族就偷偷地盗取其他家族的古域，而像萧炎这种没落的家族，魂殿直接就动手抢了。第3个目的，布置是灵绝生阵。在斗破的故事中，魂殿明面上是搜刮灵魂，但暗地里却在中州的大地之下布置是灵绝生阵。此阵法是远古时期一种极为阴毒的大阵，它能将阵法之中的所有生灵化为血沫，从而抽取能量。在斗破后期，魂天帝借用此阵法，强行吸取中州亿万生灵的能量，从而把地品除丹催成地品丹药。第3，魂殿的实力和等级制度。在斗气大陆上，其核心区域就是中州，而这里明面上的势力排行为1殿1塔2宗3谷4方格，其中的1殿就是魂殿，它是中州之上的最强势力。当初魂殿殿主带领魂殿血洗中州的10几门宗派，连斩5位2星斗圣，至此魂殿凶名响彻中州，再加上魂殿背后有魂族做靠山，因此魂殿的实力相当强大，几乎可以和一些远古家族相媲美。魂殿的基地分为天罡殿和地煞殿，天罡殿是核心区域，地煞殿则有24处重要分殿，而这些基地分布在大陆各个角落。魂殿的等级制度按实力可分为7个层次，分别为殿主、副殿主、9大天尊、天尊、尊老、护法、魂使。第1个魂使，他们的地位最低，实力普遍在斗王和斗皇层次，他们一般是协助护法做事，对付一些实力弱的灵魂体，或者关键时候当炮灰。第2个护法，他们都在斗宗层次，他们需要定期捕捉到足够数量的灵魂或者某个强大的灵魂个体，不然他们的惩罚将相当严厉。比如抓捕要老的雾护法，他的实力为4星斗宗地级护法，当执行棘手任务时，他们一般会通过魂殿的资源扶持一方势力来为自己做事。第3个尊老，实力为1星至4星斗尊，他们在魂殿有着不错的地位，相当于一个小领导。要知道，斗尊在中州也算是强大的存在，而这种级别才有资格在中州创建门派。尊老主要的工作就是镇守分殿，除非是重大行动才能调动他们。其中尊老的代表人物就是萧炎的师叔木谷老人，他曾经勾结韩风把药老给捅了。第4个天尊，实力为5星至7星斗尊，他们的地位比尊老高出一个等级，代表人物为5星斗尊的摘星老鬼，6星斗尊的黑白天尊。第5个9大天尊，实力为7星斗尊巅峰至2星斗圣，9大天尊是魂殿的核心人物，就连摘星老鬼见到都得喊他们一声大人。其中9天尊为7星斗尊巅峰，8天尊为8星斗尊巅峰，3天尊为高级半圣，2天尊为1星斗圣，大天尊为2星斗圣。第6个副殿主，实力为3星斗圣后期，副殿主行事比较低调，在故事中极少提到，他一般负责管理天罡3殿中的地殿。第7个魂殿殿主魂灭生，实力为5星斗圣中期，拥有虚无吞炎的紫火，
他是魂殿真正的掌权者，而且他做到这个位置，说明他深得魂族高层的认可。后来，殿主也不负魂族所望，他在一夜之间血洗中州10几家有名的宗派，从而确立了魂殿中州老大的地位。第4，魂殿的发展和结局。随着魂殿占据中州霸主地位，他们对灵魂体的胃口越来越大，就连巅峰时期的药老都被他们暗算强取灵魂。后来，随着故事的发展，魂殿一直没把重点放在萧炎身上，而随着萧炎的长大，魂殿发现这小子越来越棘手，而且还屡次破坏他们的计划。时光匆匆，随着魂殿殿主回过神来，他肠子都悔青了，要不是当初自己闭关让下面的人去瞎搞，萧炎怎么还能活到现在？可如今当殿主正面对战萧炎时，他却发现自己根本不是萧炎的对手。接下来，随着魂族与天府联军全面开战，魂殿便并入魂族。之后，随着魂天帝落败于萧炎，魂殿与魂族就此全部覆灭。